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说啥，我是贾斯汀。那今天呢，我会跟大家分享爱马仕的丝巾的故事。那爱马仕大家可能对它的认知就是贵，然后它比较出名的商品就是像 Birkin 包包或者是 Kelly 包包。那爱马仕呢，其实他们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秘密武器，就是他们的丝巾。那说到丝巾的话，一般呢，如果在市场上，如果你们问丝巾最有名的是哪一家公司，大家肯定都会是说爱马仕嘛。那爱马仕呢，一条的丝巾最经典的尺寸就是90厘米乘以90厘米的这个经典尺寸呢，他们的售价是715块钱澳币。那对我们很多大部分的消费者来说呢，715块澳币来买一条丝巾呢，是属于一个非常奢侈的价格。这也是我一开始看到那个价格心里面想的。后来呢，因为我自己呢比较喜欢去研究很多的东西，所以我就对爱马仕丝巾进入了很多的深入的去了解。然后呢，我就发现了他们这个爱马仕丝巾很多跟外面市面上的丝巾的不同。然后呢，我也对爱马仕公司他们制作丝巾的匠人精神呢所深深的敬佩，以至于我想要做这一个视频呢来渗透爱马仕制作他们丝巾的每一个步骤跟细节。那丝巾呢，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女生的潮流饰品吧。它真正的走红呢是在1940年过后的。那真正走红是1940年过后了，就是大战之后。大战之后，大战之后所有人都有钱了。不是有钱，那时候更多的像是一个象征，就宣除女权主义。对，而且呢，这也是跟世界大战有关系的。就大家先不要觉得丝巾就一定是女生的物品，就也可以是男生的物品，因为有时候呢，他们宣布大战失败。不是那个头，因为那时候世界大战的时候，有时候一些军官给一些军兵的一些军令呢，他们就把它缝在丝巾上，然后就让士兵带着去。有时候呢，他们忘了那些指令的时候，他们还可以打开那些丝巾来看一看。又或者是他们在战场上受伤的时候，那些丝巾呢是能够拿来做包扎伤口的。那爱马仕呢是在1937年的时候呢推出了他们的第一款的丝巾，他们的第一款丝巾呢是那个女王与马做的图案来的。那从1937年开始呢，爱马仕总共设计了有超过2000个不同款式的丝巾了，但是不是每一个都会投入生产的。爱马仕的丝巾呢，在时尚圈跟社会名流那边呢，得到了非常好的评价跟青睐。有很多的社会名人呢，都佩戴爱马仕的丝巾的，比如 Audrey Hepburn、Grace Kelly， 还有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然后还有一些知名的演员，还有模特，比如米兰达·科尔，她也是非常的喜欢爱马仕丝巾的。但是他们都是用自己钱买的，不是代言。对，就是爱马仕呢，从来就不找名人代言，他们不在这方面花广告钱。对，而爱马仕丝巾是有多抢手呢？他们是平均在全球啦，平均每38秒呢就会卖出一条的爱马仕丝巾的。现在的爱马仕呢是每一年都会分2个季度，一个就是春夏，一个就是秋冬。那每一个季度呢，它就会推出10款不同的丝巾。那首先呢，丝巾的第一个步骤肯定就是图案设计嘛。那爱马仕呢，他们其实每一年呢都会设定好一个主题，然后呢根据那个主题呢去找到相关对这个主题比较有同感的艺术家跟画画家，然后呢付费给这些艺术家去世界各地去旅行，然后去寻找灵感。这一个绘画的过程呢，从画图案呢就花上了半年的时间。然后呢，他们就会把这些图案呢交回给爱马仕的总部，然后爱马仕呢就会把他们选好他们要的图案呢交到去他们在法国里昂工厂，让他们开始进入制作丝巾的第2个步骤。那因为爱马仕他们不是用数码印刷的方式来印他们的丝巾的，爱马仕用的就是手工网版印刷技术，还有一个已经相对失传的大理石印刷技术。这个大理石印刷技术呢，我等一下会更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那因为他们用的就是手工网版印刷的技术，所以呢，在这一方面呢，需要花费很多的功夫。怎么样说呢？一个图案的设计呢，他们要配色。一般爱马仕的丝巾平均他们在一条丝巾能找到的颜色呢，就有多达27个颜色，那个是平均的。有一些丝巾他们的复杂是到接近有40到45个颜色。好像今年的 Cosmography。
如果一条丝巾的图案是有40个不同的颜色的话，他们就必须要做出40到45个不同的刻板，因为每一个刻板呢只能来对应一个颜色的。对，就是同样一个图案呢，你要刻45次，但是每一次是根据不同的颜色染料染上去而刻不同的。然后手工。对。而且是纯手工刻上去的，这是我爱爱马仕的原因。对啊，那在制作这个刻板呢，如果是像刚才一般27个颜色的刻板呢，他们就可能要用上750个小时来做。如果是像这些复杂40到45个刻板的话，甚至他们是要花费到2000个小时来完成那些刻板的。因为做这个刻板是一个非常的烧脑、烧体力，然后又非常复杂的工序。烧脑。对呀，因为你都要去想。不是图案了吗？你只有一个图案，然后你就要去想，我第一层配这个颜色就画出那个洞，第二层我可能就让某不同颜色你要点的，然后其他就封。这个颜色会不会盖过那个颜色？所以是应该哪一个顺序？对，所以是非常烧脑。所以在做刻板这方面呢，可能会再花上半年的时间了。那有了这个刻板之后呢，就可以开始投入制作过程了。那制作丝巾的话，肯定首先你就是需要有丝巾的原料的，那就是丝绸。那爱马仕在这个丝绸方面呢，也是特别的下功夫。爱马仕选用的丝绸呢，是巴西的一种蝴蝶生产的，而这些蝴蝶呢，都会附在一个叫做白裳素的，因为蝴蝶都会产卵的嘛。那一只蝴蝶呢，是大概会产出300只卵的，然后这些卵呢就会变成蚕，然后吐丝成茧，然后一颗蚕茧呢是能够抽出大概150米的蚕丝。那么要做成一个经典的爱马仕90厘米乘90厘米的丝巾呢，是要用到300颗蚕茧所吐出来的蚕丝。那这些被抽出蚕丝的蚕茧呢，是不能够变化成蝴蝶的。所以呢，就是一个爱马仕丝巾呢，就夺走了300只有机会变为蝴蝶的可能性的蚕茧。没有争议吗？就全世界都有用丝绸啊，又不是只有爱马仕用丝绸。你这样，因为你这样子解释就变残忍了。那有了丝绸，做了这些丝巾出来之后呢，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要上染料嘛。那爱马仕他们自己呢，是对颜色非常有高的要求。他们现在呢，在他们的色库存里面呢，已经有超过75000种不同的颜色了。好多。对啊，就他们对颜色是细分的非常非常的精的，就包括粉红色你说的嘛，有什么樱桃粉，有bubblegum pink，就是因为这样子才就是吸引到我们女人一直买，然后明明就是同款的包，还是同款的丝巾。这些颜色的色彩呢，他们有时候是真的是去到世界各地来拿到灵感的，比如像一些植物的根蒂的绿色啊，像一些矿石的颜色 ，brown 啊，就对啊，他们就把这些东西都采集回来吧，然后把它们研磨成粉嘛。要不然它怎样子配出那个颜色出来嘛？它都天然的呀。就不是每一个都天然的，就它甚至要去做到这一个地步，去找出这些颜色，然后把它们提炼出来，所以就是非常的用心嘛。那有了颜料之后呢，他们就可以开始印刷嘛。那印刷了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手工网版印刷，所以都是不像数码印刷这样子一下子就能大量的生产的，他们的生产都是一层一层这样子的去做上去。就上了这一层的颜色呢，你就要去让这一个颜色干嘛。那干的时间根据那个颜色的原料会有不同的时间，有些可能1个小时后就可以上第2层，有些可能要等1天过后才可以上第2层这样子。对，你就要去让它干掉的。然后因为都是手工的嘛，时常都会可能出现人工失误的。人工失误呢怎么办？对，所以他们就是会每一个丝巾在出厂前呢，都是会有一个属于 QC， 就是品质监管小组呢来监督每一张丝巾的。那一张小组里面是有大概40个人，这40个人如果认为这个丝巾是不符合他们的要求的，他们也不会拿出来销售的。然后呢？丢啊！因为不是他们要的那个品质嘛，他们就把它丢了。
然后印刷完成了之后呢，就再由一些熟练的人工使用那个传统的法式卷边的方式把丝巾的尾部卷起来。这一个呢是一个非常耗时的工程来的，因为每一条丝巾至少要费时45分钟，然后轻柔的向内卷起，然后你要迅速的下针，做到恰到好处的整齐，让人家看不到任何的针脚。这一个法式卷边呢，跟市面上所有别家的丝巾呢，都立马能够看出它们的分别的，因为外面的丝巾你一看就能够看到它们的那个针脚的，对，对啊。而这一个过程呢是特别的耗时的，就是大概一张丝巾是要耗时45分钟左右，所以一个工匠呢，他们一天只能够做7到8个丝巾的卷边。所以整条爱马仕丝巾呢，相比起其他的奢侈品品牌的丝巾呢，相对来说是非常的一个良心的价格，至少我是这么样的认为。物有所值。对，当然不能够跟一般的可能100澳币的丝巾相比，因为如果你只是为了要戴丝巾而戴丝巾的话，那可能就是100块钱澳币的丝巾都能够满足你嘛。那如果是你已经到了这一层面的消费的话，那如果相比的市面上几个大牌的奢侈品，爱马仕收的价格呢是相对非常有良心的价格，还有背后的故事，对，背后的精神，背后精神，对。就说到精神，我刚才不是有说嘛，爱马仕就还有另外一个印刷的方式，就是大理石印刷方式嘛。刚才我们说到，在1940年的时候，就是丝巾盛行的时候嘛。其实在那个时候的欧洲呢，还有一个印刷丝巾的方式，就是大理石印刷方式。大理石的印刷方式跟网版印刷方式最大的不同的就是，大理石的印刷方式是一个相对灵活的印刷方式，跟刚才我们说的网版印刷就是每一个颜色层你都要做一个刻板不同。大理石呢，他们是用一些淀粉制作成一个模板，然后为这些模板上色，他们的那个上色过程是很复杂，但是呢，一片模板呢就可以印出好多种不同的颜色。那这个技术呢，后来被一个日本人把它带到了去日本。这一个技术呢，因为过度的复杂，然后也非常考验一些工匠的手工还有经验。在1970年代开始有了这些机器取代印刷的时候呢，这个技术就慢慢的被淘汰了。只有这个原本的日本人，他带回来之后所创办的那家公司还继续紧留着，然后把这个技术传留给了他的儿子，叫做 Mori Yoshinobu。他们其实也经历了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时期，就是因为他们的制作成本一定是会更高，然后也特别的耗时啊。就你的竞争力跟数码印刷相比是完全被比下去的。对，你只能找到那种真的会欣赏手工、欣赏你们这种技术的人才会有那个市场嘛。对啊，所以就是他们其实一直以来经营的都是非常的艰难，但是 Mori Yoshinobu 还是非常坚持的，他要留住这个手艺，留住这个传统，所以他没有把他的公司给结业。而爱马仕呢，他们刚才我们不是说他们都有2000多种不同款式的丝巾设计，但是不是每一个都会拿出来生产的嘛？那爱马仕的里面就有工作人员呢，就找到一本留在他们里昂工厂那边的一些图案簿，那他就发现这些图案簿不是他们这个网版印刷能够做出来的一些图案来的，他就想要去全世界去寻找到底有哪一个工匠能够做出这么样的印刷技术。那他们也花了10年的时间呢，后来呢就在这个日本京都这边呢遇上了 Mori Yoshinobu 的 Kyoto Marble 公司，然后他们因为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技术，所以当他们看到爱马仕的这些图案的时候，他们就立马就看出，我们是能够做出这样子的丝巾的。对他们也很简单。对啊，不是简单，就是说就知道怎么去弄，对，知道怎么样的去弄，就不是很难题。那幸好它保留，不然就失传了。对啊。那这一个失传的艺术呢，当他们重新被展现在爱马仕的眼中的时候，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好像看了一个魔术秀的，一切都很神奇、很惊奇，淋漓尽致。对啊。如果你知道爱马仕背后的故事、人力、精神，还有说付出的心血，对，就是变成这个牌子就很有意思了，就很有传统的意义了。对，不再是大家所说奢侈品牌就是充满铜臭味。你说